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温柔体贴的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一道家常菜。家常菜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你家会做，我家也会做。既然家家都做，做法就自然千变万化，不分对错。所以我的方法呢，大家听一听，如果觉得有道理，我深感荣幸。今天讲西红柿炒蛋。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很具欺骗性。如果真的用爆炒的方法来处理，很难做好这道菜，很容易做出西红柿是西红柿，蛋是蛋的情况。好的西红柿炒蛋，蓬松的鸡蛋里要饱含西红柿酸甜的汁液，酸鲜开胃，让人食指大开。我个人觉得这道菜的精髓真的不是炒，而是焖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制作流程。西红柿挑大个的，洗净，切片。Beef tomato 最好。没有的话，用我这种 wine tomato 也可以。圣女果呢，就别来凑热闹了。wine tomato 我用了3个 ，beef tomato 的话，1个半到2个就行。小葱洗净切好，咋切都行，家常菜不挑。3个鸡蛋，加一点鸡精，打匀。锅里稍微多下一些油，烧热。怎么判断油温够不够？这里给大家介绍个小技巧。打好鸡蛋的筷子上一般会沾着点蛋液，把蛋液点在锅里的油里，油温够热的时候，大家会看见点下去的蛋液有个瞬间膨胀上浮的动作，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可以把蛋液倒进锅里了。如果蛋液比较多，锅比较小，或者舍不得放太多油的话，可以先下一部分蛋液，等煎好了再把另一部分倒下去煎。这里讲一下为什么要热油下蛋。因为如果油温不够就下蛋的话，蛋出来的时候是特别紧实的状态，就像西式早餐里的 scrambled egg。但是我们期望下去的蛋能够蓬松一点，这样有利于后续吸收番茄汁。油温够高的话，蛋液下去以后会迅速膨大。如果喜欢老一点的蛋，可以多煎一会儿，等两面都熟透。我这里选择在还有些蛋液的情况下起锅，这样的话，鸡蛋既能吸收一定的汁液，口感又不至于太老。随后我们再在锅里倒上适当的油，葱扔进去爆香，把1半番茄扔进去，全扔也行，撒上一点盐。这一步是把番茄酸酸甜甜的汁给熬出来。油温适当的情况下，番茄会变软，而且出汁。看见番茄出汁了的时候，就要适当加水，盖上锅盖焖一小会儿，适时的补水，并且用锅铲挤压熟了的番茄，帮助出汁。大概10分钟左右，你就有一锅番茄原汁了。插一句嘴啊，如果这个时候你把热水加进这锅原汁里，等它沸腾后稍微冷却，一边搅动一边把打好生的蛋液慢慢倒进去，就会获得一锅番茄蛋花汤。言归正传，这个时候把之前煎好的蛋倒进去，让你的鸡蛋浸泡在番茄原汁中，让酸甜的番茄汁充满鸡蛋的每一寸肌肤，再把剩下的那1半番茄给倒进去，稍微翻炒一下，然后进行调味。可以加点糖，盐的话，因为之前熬番茄汁的时候已经加过了，所以这里自己酌量添加。鸡精呢，因为煎鸡蛋的时候已经加过了，所以加不加也都可以。调好味了就可以装盘了。这样一锅番茄炒蛋就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番茄炒蛋，蓬松柔软的蛋里充盈着番茄汁的精华，鲜酸可口，尤其开胃，总能让人忍不住就多吃几碗白米饭。